陈飞终于官宣了，歼10C 战斗机在实战中击落了多架外机。这消息一出来，全网炸锅。但比击落外机更劲爆的是啥？是陈飞选择这个时候官宣的心思，那叫一个深不可测。印巴武器空战都过去大半年了，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布，难道就为了炫耀一下吗？太天真了。大招呀，今天就给大伙扒透这事儿的来龙去脉。陈飞这波操作根本不是炫技，而是精准营销，背后藏着的是中国军工出口的一盘大棋，是200多架战机、几百亿美元的超级订单。长空惊雷起，歼10破长风，超视180，霹雳贯苍穹，正风折双戟，威名震远荣，实战震真骨，何惧霸者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话说歼10C 击落的外机8、9不离10就是印度的正风战斗机。陈飞现在官宣呀，就是给已经下单的客户吃个定心丸，给观望的国家递橄榄枝。看见没？实战能打胜仗的战机，放心买。这波操作就叫做借势造势，放在今天就是顶级商业智慧。要想看懂这事儿，咱们先搞明白个核心问题：为啥一架战机的实战战果能让全世界抢着买？老话说呀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放在军工领域这句话就是不二准则。你战机参数吹得再牛逼，航电系统说得再先进，没有实战背书，在国际市场就是空中楼阁，没人信。咱先聊聊国际战机市场的老规矩。过去几十年，全球先进战机市场就是美俄法3家独大垄断局。好比这回被中国歼10CE 打下来的几架战机，正风就是法国的4代半战机，还有美国的 F-16、俄罗斯的苏35，几乎霸占了所有高端订单。这些国家卖战机从来不是单纯的卖装备，而是附带一堆政治条件。你得听我的话，跟我站在同一队，不然再有钱也不卖你。这就是很多小国家的痛点。想买先进战机保卫自己的领空，本身就这点需求，结果呢，需要被美俄法卡脖子，要么花大价钱当冤大头。比如印度，为了买36架法国正风，花了88亿美金，平均一架2.4亿美金，比美国的 F-15隐身战机还贵。就这，法国还附加了一堆条款，零件供应、维修保养都得看人家脸色，真可谓弱国无外交呀。三哥还需努力在军工领域更是如此，这就是被垄断的无奈。而中国军工过去一直走性价比的路线，虽然战机性能不差，但因为缺乏实战背书，始终难以打入高端市场，这就是中国军工的痛点。以前有黑粉动不动就说中国的武器从来就没有在战场上经过实践，所以这就成了黑粉口中最大的槽点，有硬实力却没说服力。直到印巴武器空战，这个局面被彻底打破。咱们把时间线拉回大半年前的印巴武器空战，当时印度出动了号称欧洲3雄之一的正风战斗机，气势汹汹的想找回场子，结果呢，被巴基斯坦空军的歼10CE 直接击落。更牛的是这次击落不是近距离狗斗，而是在180公里以外，用霹雳15空导弹实现超视距单杀。可能有家人不懂超视距单杀意味着啥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这就像2个人打架，对方压根就看不见你在哪儿，就被你给一拳撂倒。180公里的距离，超过了正风携带的流星导弹射程。也就是说，歼10C 能在正风的攻击范围以外，轻轻松松拿捏你。这就是代差的优势，是硬实力的碾压。更劲爆的还在后边，同一战场上，巴基斯坦的枭龙3战斗机居然直接击穿了俄罗斯的 S-400 防空系统。要知道S-400可是俄罗斯的王牌防空武器，号称能拦截所有空中目标，连美国的 F-16都不敢轻易招惹，至今都没能在实战中突破 S-400的防御，而枭龙3做到了，这一把就把中式空战体系的含金量给拉满了。这2场实战胜利就是中国军工打破垄断的金钥匙。但陈飞为啥不当时就官宣呢？非要等大半年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，时机未到，不动如山。时机一到，一击必中。
陈飞就是在等最佳的时机。这个最佳时机就是中国战机在国际市场上卖爆的关键时刻。就像在最近1个月，陈飞一口气拿下了4个超级大单，把全世界都给看傻。第一个，印尼直接敲定42架歼十 C， 总价超过90亿美金，算下来平均单价2.14美元。可能有人觉得贵但对比印度三哥买的正风，也就是被打下那6架的2.4美金，性价比直接拉满。而且印尼买的是全套中式空战体系，包括配套的霹雳15导弹、电子战吊舱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第二个，利比亚国民解放军订购16架枭龙3。利比亚常年战乱，最看重战机的可靠性跟实战性。枭龙3击穿过 S-400的战机就是最好的广告，比任何宣传都管用。第三，沙特直接用贷款换战斗机的模式，出资40亿美元采购枭龙3。沙特有的是钱，买过美国的 F-15、欧洲的台风，这次主动选枭龙3，就是看中了它的实战性能跟性价比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卖战机不附加政治条件，这一点对沙特来说太有吸引力。第四个，孟加拉国下决定一次性采购48架枭龙3。孟加拉国以前用的是俄罗斯的老旧战机，这次果断换成枭龙3，就是想一步到位，建立起自己的先进防空体系。再加上阿塞拜疆订购的42架枭龙3，乌兹别克斯坦订购的24架歼十 C， 陈飞现在还没交付的出口订单已经超过了200架，更别提巴基斯坦还在计划增购歼十 C。这订单量放在全球军工圈都是顶级水平。可能有家人会问，枭龙3的订单名义上都是在巴基斯坦手里，这跟陈飞有啥关系？这里边门道可深了。枭龙3虽然是中巴联合研制，但核心零部件比如发动机、航电系统、雷达全都是陈飞供应，而且配套的霹雳15空空导弹、电子战吊舱、反辐射导弹也得从中国买，相当于巴基斯坦只是经销商，真正的生产商跟最大受益者还是陈飞。这一波陈飞绝对是大丰收。为啥这么多国家都抢着买歼十 C 跟枭龙3？核心就俩字：实战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就是你不用天天宣传自己有多牛逼，只要有实打实的战绩自然有人找上门来。歼十 C 180公里外单杀阵风，枭龙3击穿 S-400，这2个战绩放在全球都是顶尖，比任何性能参数都有说服力。咱拿美国的 F-16对比一下就知道，乌军接受了美国的 F-16以后至今都不敢深入乌东腹地，为啥呢？就是怕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给打下来。而且 F-16在实战中从来没有摧毁过俄式 S-400防空系统，反观枭龙3直接在实战中击穿 S-400，这差距一目了然。从空战角度来讲，现在全球范围内在实战中能击穿 S-400的战斗机只有枭龙3独一档。就凭这一点，枭龙3就足以在国际市场上横着走。而陈飞现在官宣歼十 C 的战果，就是要给所有客户吃一颗定心丸。你们买的不是纸面上的先进战机，是经过实战检验、能打胜仗的硬家伙。放心买，没问题，保质保量。更绝的是陈飞这波操作还有长远布局。歼十 C 跟枭龙3虽然厉害，但还不是中国航空工业最先进的战斗机。在他们背后歼35隐身战斗机已经正式投入量产，推向国际市场就是近在眼前的事儿。陈飞现在让这些国家先买枭龙3或者歼十 C， 其实是让他们先上手操作，熟悉中式空战体系，等他们用着顺手了，然后自然会考虑采购更先进的歼35隐身战斗机。这就是步步为营，把整个国际市场的布局都给摸透。可能有人会担心订单这么多，陈飞造得过来，你吃得下吗？这个问题中国早就想到了。沈飞新建的超级工厂，占地面积达27万平米，规划年产能超过150架。这个产能是啥概念足够满足中国空军、海军的自用需求，还能有大量余力供应海外客户。以前美俄卖战机经常出现交期延付、产能不足的问题，而中国现在有足够的产能保障，这也是吸引客户的一大优势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得聊聊中国军工出口的历史性转变。以前中国军工出口走的是性价比路线，靠低价吸引客户，但现在不一样，中国军工正式迈入高端化，不再靠低价竞争，而是靠性能跟实战战绩说话。歼十 C 一战成名，单价直接从原来的8000万美金超过了2亿美金，
骁龙3的单价也不低，但照样有人抢着买，这就是高端化的底气。咱都打出奢侈品中溢价那份儿。老话说呀，不破不立。中国军工就是用实战战绩打破了美俄法对国际航空市场的垄断。以前国际战机市场是3家独大，现在中国军工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，形成了美俄法中4分天下的格局。这背后是中国航空工业几十年的厚积薄发，是10年磨一剑的坚持。有家人会问中国军工以前不是一直韬光养晦，为啥现在这么高调亮剑？因为时代变了，实力不够的时候低调发展，现在有了足够的硬实力，再加上有了实战战绩就该亮剑，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实力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现在就是中国军工大步走向国际市场最佳时机。尤其最近董王直接跑到委内瑞拉，把人家总统都给绑。你想想，问题出在哪儿，还用说吗？回顾中国军工的发展历程，满是感慨。近代以来，中国军工落后挨打，连一架像样的战斗机都造不出来。但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从零开始，一步步追赶，从仿制到自主研发，付出了无数人的心血。当年钱学森先生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，冲破重重阻挠回国，就是为了让中国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。现在歼10C、歼20、歼35相继问世，中国战机终于在国际市场上扬眉吐气，这就是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最好告慰。再聊聊中式空战体系的优势。美俄法卖战机往往是单打独斗，只卖战机不给配套底细，而中国卖战机是全套中式空战体系打包出售，包括战机、导弹、电子设备、数据链系统，甚至还有人员培训跟后期维护。这就像你买手机别人只卖手机不给充电器，连充电线都不给一根，更别说耳机了，还不包售后。而中国呢，不仅给你全套配件，还提供终身保修跟技术支持，就差7天无理由退换，谁不喜欢这样的服务？举个例子印尼买了42架歼10C，同时还会获得配套的霹雳15空空导弹。这款导弹的射程比美国的 AIM-120导弹还远，能实现先敌发现、先敌攻击、先敌摧毁，还会获得先进的电子战吊舱，能干扰敌方的雷达跟通讯系统，让敌方变成瞎子跟聋子。这一套全体系的优势是美俄法无法比拟的。现在的国际战机市场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，而是体系作战的时代。谁能提供完整的空战体系，谁就能占据市场的优势。中国军工正是看清了这一点，才推出了全套中式空战体系，这也是很多国家选择中国战机的重要原因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中国军工不仅了解自己的优势，更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，所以才能在国际市场上顺风顺水。有粉丝问，中国卖这么多先进战机，会不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？这个担心完全多余。中国卖战机遵循的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，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附加政治条件。而且中国卖战机的目的是单纯的帮助这些国家提升自身的防御能力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。反观美国，到处卖武器，挑动地区冲突，这才是引发军备竞赛的根源。说到这儿，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。陈飞这次官宣歼10C实战战果，不是为了炫耀一场胜利，而是在向世界宣告一件事：中国军工已经不需要再靠别人认证。过去国际军工市场看的是出声，现在看的是实际。过去话语权在别人嘴里，现在答案写在战场上。从歼10C的超视距单杀到骁龙3击穿 S400，从几架试探性的出口到如今200多架排队等交付，这背后不是运气，而是几十年耐得住寂寞、扛得住压力的积累。10年磨一剑，一朝试锋芒。今天这把剑终于亮出来。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终点。歼10C也好，骁龙3也罢，只是中国空战体系走向世界的敲门砖。在他们身后是歼35，更完整、更成熟、更自信的中式体系化作战能力。世界看到的不只是几架飞机，而是一个正在改变规则的参与者。所以这次官宣说到底只是一句话：中国军工已经从能不能卖走到了凭什么不买。时代变了，风向也变了。该低调的时候我们埋头苦干，该亮剑的时候就不必遮掩。